我娘是龙，下了俩蛋和一个我，她认识蛋，不认识我。没有爪子，没有牙，连个壳都没有，肯定是寄生虫。哎呀，想起来了，曾经睡过2条腿的人。没有爪子，没有牙齿，居然连个壳都没有，这要怎么存活？是的，面对我这个跨物种的崽，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。对了，虽然长得像人，但好歹是我生的，肯定是天生就会飞。我的天，也不会飞啊！凡间的烧鸡味道真不错，我你说是不是？姑娘，你胳肢窝里夹的是个啥？是个人，我下的。哎呦我的老天爷，他都饿得不行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饿了，他不哭不闹，难道不是睡着了吗？叫人隔1个时辰就得喝1次奶，你到底会不会当娘？一次吃一点多麻烦，你让你媳妇儿给他多喂些不好吗？我平时1次吃饱，可是60年都不用再吃的。滚出去！我说怎么连奶孩子都不会，原来是个傻的。有我之前，我娘的龙生是吃和睡；有我之后，她做了一项艰巨的任务——讨奶。别动，借口奶喝。在我眼里，众生平等。好在她是真龙，这世间没几个品种敢拒绝她。这丫头随我。糟了，这丑玩意儿不会是龙角吧？千万别长出龙的特征，太丑了！吓死我了，原来是跌的俩大包。你确定不是你把我当流星锤乱甩撞出来的吗？乌尔，既然你已经会啃排骨了，为娘今天带你去吃海鲜。咕噜，海鲜吃。我娘生来会水，所以在她的世界里，绝对没有淹死这2个字。咦，乌尔呢？没跟上吗？啊，在那儿呢。乌尔没胃口吗？怎么吃个饭还睡在这里了？海水这么冷，着凉了怎么办？谁家好人会在海面上睡觉啊？是快被淹死了好吗？算了，带你回家睡。据我娘回忆，那天要不是半路杀出个神仙，我应该已经被超度了。据我娘回忆，当初在海面上，要不是半路突然出来个神仙，她一口气就能飞到玉灵山，也不至于错过那几百年一次的盛宴。那个讨厌的仙人不顾我阻拦，对着你的后背就是一顿猛捶，他硬是把你捶吐了，还用手指使劲戳你的肋骨，把你戳得哇哇大痛。哎，都怪为娘打不过他，那个仙人实在过于厉害了些。等等，我被打哭了。太坏了，居然打小孩，坏神仙！对，坏神仙，耽误老娘吃席。神仙！骂完之后，我娘心满意足，带着我继续上山掏野味去了。至于那个救命恩人，已经被我们拉进了黑名单。哎呀！谁家小儿不长眼，把晕架的这样快，赶着去投胎吗？撞到人了不道歉吗？敢在老娘面前超车！唉，这也不是第一次被遗忘了。希望这一次娘亲能早点想起我来。只可惜天空黑了亮，亮了黑，不知过去了几回，我也没见到我娘回来的身影。哦，小娃还活着呢。好漂亮的仙人，比漫山遍野的花都要漂亮。她就是娘亲说的花仙子吧？真不容易，龙族没有抚育后代的习惯，你跟着他，竟然能活到现在，果然快饿死了。我怎么见你一回就一回的？你这小娃儿，
莫不是与我有什么机缘？好喝，不但止渴还管饱，这人竟比我娘还大方些。晕，咻，撞我，然后我娘嗷追上去了。撞了你就跑？那很坏了。你娘没回来，你有何打算？大蒜不吃。我是说，你想继续留在这里等你娘，还是想下山？你带我去找娘亲。你一个小娃娃，我怎么带着你？我总不能走一步拉你一步吧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你可以把我叼在嘴里呀。我不是你娘。那我坐在你头顶。我没那么大的头。对哦，你是个2条腿的人。我娘人形的时候，要么拎着我的后颈皮，要么把我夹在胳膊窝里。那你可以拎着我，也可以把我夹在胳膊里。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，我能感觉到这位漂亮仙人的人神观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。这样抱着比拎着舒服多了。这算什么呢？算你命大，还是算我倒霉？小娃儿，脚不要再踢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个抱着我满世界找娘的人，原来是天宫中大名鼎鼎的帝君。帝君深居简出，3界鲜少有人见过他。天上地下关于他的传言，无非就是年龄不知几何，战力深不可测，或者近日又去哪座仙山讲经闭关了。哇！听说了吗？那则崭新的小道消息。什么？帝君老婆丢了？听说帝君正带着私生女满世界找娘呢。小娃儿，不找娘了行吗？行。给你找个厉害的师傅。不要。那座山头，你娘并未回去过。龙族本就没有抚育幼崽的习性，离你而去实属正常，你不应执着于此。要娘，我就要娘。好，别喊了，再找就是。还要排骨。再来一盘。为了找我娘，帝君这2年上到天庭下到地府，照过梵天境，查过生死簿，甚至连续拒绝南海邀约和好几场法会，硬是找不到我娘半点下落。东华啊，东华，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怎么说？你这番惊天动地的找人，如果他在3界，哪怕是只蜉蝣也给你揪出来了。既杳无音讯，那定是藏身于凡世。这个道理我怎会不懂？只是凡事万千，我总不能带着他一处一处去找。你果然岁数大了，竟然把元姬娘娘的天元情给忘干净了。你该不会是被元姬纠缠怕了，干脆再不敢想起她了吧？这下看你求不求她。幸得你提醒，我还真是忘了那3口井。帝君，哪3口井？能找到我娘亲吗？那是元姬娘娘的天元井，一口照出前世今生，一口照出血缘至亲，还有一口嘛，可以照出你的命定之人。什么是命定之人？就是你长大后骑着大马来迎娶你的人呀。新月越来没正形了，他才多大，同他说这些做什么？那这个命定之人能帮我找到娘亲吗？能，肯定能。休听他胡言乱语。还要等多久啊？放心，元姬娘娘大度，过会儿就要来开门了。原来不是你的女儿啊，哪里来的小人啊？几岁了？姐姐，我5岁啦。叫我姐姐。小人儿，论年龄，你该叫我祖宗。祖宗好。为什么我竟受不起他一句问候？我可是越过龙门的龙族，除了真龙，谁能压我一头？天道法则。这小人是真龙。祖宗，我是人，我娘才是龙。娘亲，你在哪口井里啊？井里有只大老虎。原来我们小娃前世竟如此凶猛，不错。有2个帝君，外面一个，井里一个。我明白了，我前世也是一个帝君。难怪这井总照不出我的命定之人，我还以为是帝君早已超出3界的原因，却原来
你只是不属于我。哎，帝君，你脸怎么这么黑？很奇怪哦，自打我们在元姬娘娘那照了水井之后，帝君就再也没对我笑过了。我懂了，帝君气疯了。他只是被气疯了。帝君，你为什么生气？我并未生气。那你为什么这样？没什么，最近不大想活罢了。为什么不大想活？大概是活得太久，腻。哦，帝君活腻了。元姬娘娘的井确实厉害，我们一下子就看清楚了我娘的下落。她此刻正在凡间吃香的喝辣的，怀里还搂着个俊俏男子，快活得很。一旦进入凡间，法力越高便越受限制，即便是我，轻易也不能施法，否则会遭反噬，所以只能步行寻找。不能带我驾云就算了，抱着我也不行吗？不行。以前明明走哪儿抱哪儿的，照完天元井之后，连你一脚都沾不到了。哼，那我更不行。气疯了，气疯了！我劝你不要锤了。为什么？你脑子本就没长好，万一锤坏了更麻烦。我不想变成傻子，但气又完全没消。哼，你不抱我，我就不走啦！不知过去多久，我眼皮沉沉，实在撑不住，快要睡着了。我想大喊一声我赢了，可惜瞌睡虫实在太强大，我彻底陷入了黑暗。如果你不想抚养了，不要再随意扔下，烦请送至玉灵山，自会有人照顾他。劳仙人跑这一趟，不过我再次重申，当初并非随意扔下吾儿，只是忙忘记了。声音好耳熟。帝君，你是说送你过来的那个漂亮仙人？是啊，他在哪儿？他走了，我看他挺着急走的，就没留他吃饭了。我有些惊讶，帝君怎么会走了呢？我从没想过帝君会离开。他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我每天都在问，可帝君就像娘亲一样，走了就忘记回来了。岁月如梭，我娘沉迷人间的吃喝，我也跟着吃。至于那个曾经带过我的漂亮仙人，老实说，我渐渐把她给忘了。啊，好痛，头要炸了！嗨，没事儿，跌俩大包而已。可是我没跌啊，那就是撞的。我也没撞。反正不要紧，为娘给你敷点神药。好。我明白了，我的儿，你这是要变龙了。变龙？我变得这么重了吗？哈哈，原来是藏得太深。吾儿安心，待你真龙特征完全显现，就能像为娘一样上天入地了。无所谓了，娘，变龙之前先给我搞点止疼药呗，实在太疼了。吾儿，好生奇怪呀，刚才那个大夫竟和当年那个漂亮仙人长得一模一样。什么漂亮仙人？就是当年要找的帝君啊，养了你2年的那个。虽然第一次见面他打过你，但后来确实挺关心你，还嘱咐我不要扔了你。尽管画面残缺，但我依然真切地感觉到，好像真的有那么一个美人，曾经一直温柔地抱着我。我要去看看，我始终想不起来的那个面容究竟是个什么模样。大夫呢？姑娘看病还是抓药？这也不算漂亮啊，困扰我好一阵子的那张脸，就是她吗？
姑娘也是来瞻仰顾大夫绝世容颜的吧？请拿号排队。顾大夫，阿飞，休来说笑。帝君，是你，帝君，我来了！龙姑娘，都说了我们顾大夫叫顾子辰，不叫什么帝君，你怎么就是不信呢？行，顾子辰就顾子辰，他人呢？顾大夫出诊了，一大清早就被知府派的轿子接走了。又是知府，这个知府家里的人身体这么差吗？这2天我每次来，他都在知府家。哎，嘘，还不是知府的小女儿瞧上我们顾大夫了，才这样反复生病。反复生病。对呀，只要生病，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看大夫了吗？阿飞啊，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来找顾大夫还真不是跟他叙旧的，我是来看病的。在下观龙姑娘举止十分健硕，面色红润的能打死一头牛，可不像是患病之人。就非得我自己生病吗？我娘生病不行吗？作为家属，我替她来请大夫也是合情合理的吧？不，那不能。令堂比你还健壮。老娘赢了！你看，这不是有病是什么？谁家好娘没事举人玩啊？行吧，你家这病确实不是一般大夫能看得了的，神经病。对，就是这个，写得好。龙姑娘，令堂呢？出去玩了。令堂既不在，看病的事便改日吧。帝君等一下。龙姑娘，鄙人姓顾，不是你口中的那位帝君。是，我口误了。顾大夫，叫你顾大夫成吗？龙姑娘，不要再给我添乱了。添什么乱？我自己也有病，我最近可不舒服了，需要顾大夫帮着看看。是吗？哪儿不舒服？我哪都不舒服，我又不是不出诊间，你一个大夫还能见死不救吗？坐下吧。顾大夫好，顾大夫喝茶。既是身体不适，那就先诊脉吧。完了，要是诊出我装病，岂不是要生我气？等他揭穿我装病的伎俩时，我究竟是该嘴硬到底，还是坦诚认错？好纠结啊！顾大夫，你怎么了？龙姑娘稍后。不是，你不是神医吗？怎么还带现学现修的？看他这样子，想必是医术不精，肯定拆穿不了我装病的事。龙姑娘，你不是人。大家都是体面人，你骂街做甚？我哪儿不是人了？你给我说清楚！龙是龙啊！护城河里有条龙，比这条街还要大！快跑啊，龙会吃人的！怎么发现的？我才化龙多久啊？这就露馅了！不用想了，这回绝对是我娘。我娘之前也在人间现过原形，闹得人仰马翻，酒醒后羞愧难当，叼着我趁夜逃去青丘，做了100年邻居。这回又是怎么个事儿？龙姑娘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看看我娘，她成天好热闹，万一被龙伤到就不好了。果然是他。危险，别靠近。其实真龙是很正派的，不会轻易伤人。这儿，快回去！不好，快走！
于搞定了。所幸摔伤不重，没伤到筋骨，吃几药，多休息休息就好了。他这么脆弱，难道真的不是帝君吗？可是除了没有那身仙气，他跟帝君明明没有任何区别啊。不过这都没关系了，他是谁都好。龙姑娘，危险！龙姑娘，快跑！那都是被我连累的，你不怨恨我就算了，怎么在梦里还这样念着我？那一刻，我真真切切地意识到，不管他是高高在上的神明，还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，他都是那个会豁出一切护着我的人，真是一个大好人。小姐，顾大夫此刻重伤未愈，不宜见客，还望小姐体谅。阿妃放心，我是来关心顾公子的，看一眼就走。你就是那个招惹坠龙的女人，顾公子就是为了救你才被坠龙所伤，对不对？是这样没错，我正搁这儿内疚呢。你少得意！你以为顾公子救了你便是喜欢你，便会娶你了？痴心妄想！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喜欢我？为什么要娶我？我没让他喜欢我，也没想过让他娶我啊！你当真不想嫁给顾公子？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顾大夫醒了。阿妃，送客。顾大夫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然后我连吃了3天闭门羹。无儿，男人嘛，多数时候是要哄的。怎么哄？你下次去找他，不要空手去，带上一些他喜爱之物。他一高兴，别说见面了，亲个嘴儿都没问题。受教了。说，顾子琛喜欢什么？顾大夫一直想去剑峰山挖一些野山参，只是山速陡峭，极难攀登。不过，龙姑娘，你若对顾大夫有意，就抓点紧吧。知府大人前2天托人来问顾大夫八字，准备强行招婿了。这么说，那个粉小姐就要嫁给顾大夫了？顾大夫定会拒绝，但我怕他得罪了知府，再没好日子过。我跟了他这么多年，没见他留意过女色，唯独第一次见你时，那眼神直愣愣的，跟情窦初开的毛头小子似的。结果你左一句帝君，右句帝君，硬生生把他那点苗头给按回去了。这亲不亲嘴的以后再说，但我绝不能让他被别人欺负。剑峰山是吧？这野山参我挖定了。对于以前的我来说，爬山也许很难，但是现在作为一条龙，我卡在树杈上了。娘呢？化形后咋还行动不能自如了呢？我想返回人形也变不回去了。我听娘说过，这座山有古怪，会让异族现形，还会扰乱异族精力。慢慢的，我作为人的意识逐渐消散，我好像忘了我曾经是个人。龙姑娘，龙姑娘！我在这里。龙姑娘不怕，我来了。都怪我不该对你闭门不见，要不然你也不会来这种地方。糟了，我明明努力维持住人形，怎么还会有这么多龙鳞？龙姑娘，别害怕，我带你下去就好了。顾大夫，你不害怕吗？我怕什么？你不是人，你的脉象早就告诉我了。可是我现在变丑了，一点都不像人。第一次见你，我就觉得这样美丽灵动的女孩一定不属于人间。不丑，我虽没见过别的妖，但你这样的一定是最美的。顾大夫，老娘最美！龙姑娘，别住，别化形！
真是可惜，如果我挖到野山参就好了。无妨，我店里的野山参够用很久，你什么都不必送。那不一样啊！我娘说了，如果我送你礼物，你一高兴，不但会跟我见面，还会跟我亲嘴儿。咦，顾大夫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龙姑娘，不要胡说。不对吗？不对吗？如果我送你野山参，你不跟我庆幸？你什么都不必送我。一片黑暗中，我感觉到他的靠近。娘，我想跟你说件事。说呗。我要嫁给顾子辰。嫁给他？是的。这样你以后不就只能亲他一个了？对呀。那如果你以后遇见更好看的雄性怎么办？如果你想同时喜欢3个雄性怎么办？你怎么能在凡人这一棵树上吊死呢？娘，你让我想想，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喜欢除了顾子元以外的任何雄性了。娘，我只要他一个。这一刻，我娘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绝世大傻子。顾大夫穿喜服竟然这么好看，真是便宜了那个不知道哪来的丫头了。龙儿，它好香，也好好看。我知道凡人的寿命很短，短到对于龙族来说不过是一眨眼。可是人生短短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会陪他走完这一生。奇了怪了，那个与天地同寿的东华帝君，最近竟然开始寻摸继承人了。像他那样级别的神仙，天地间一共也没剩几个。这帝君的天责，岂是一般人能肩负的？你把帝君的位置让出去做神，不想干了。为什么？腻了。那你退位后打算如何？去云游四海？羽化。为什么？大概是活腻了吧。什么活腻了？他分明是在逃避情缘。天前景照出了他和那条小真龙的命定之前不可破。女色当真如此可怕？吓得高高在上的帝君宁愿当场羽化，也不愿缔结情缘。或许是我年轻，修炼不够。我与帝君相识不过1000年，忘年交至今，还没到能够坦然目送他羽化的境界。我更是舍不得。难道在永无止境的生命里，有个人能携手共舞一段，不是值得庆幸的事吗？背着他搞个大的，不就是一段情缘吗？上界下凡经历个情节的仙人还稀罕少吗？一去一回不过100年，快得很。而此刻，帝君尚不知晓，一场跨越100年的情节即将改写他羽化的结局。心月！终于在他羽化前捷足先登，把他的元神送入凡世了。可是凡事万千，至于他是不是和小女娃同处一室，随缘。会不会相遇，随缘；能不能谱写一段情缘，那就更随缘了。反正先保住命再说。而在凡间，一个名叫顾子辰的凡人，即将开启他兵荒马乱的还债一生。完了，这下要被扒皮抽筋了。帝君，你下凡做甚？情缘已了，这次你2人不再受天命约束了。接我夫人。顾子辰，你这个短命鬼，说好陪我走完的，怎么才过了100年就死了？龙儿，当思念真的是你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回来了，我们永远不会再分开了。总觉得有些眼熟，
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他们？东华，对不住，我们实在是好奇，这才忍不住跟过来，不是有意偷看的。东华，他叫你东华，你是帝君对不对？是。那我当年叫你帝君时，你为什么死不承认？龙儿，此事说来话长，总之我那时候确实只是顾子辰。我看着他小心翼翼的眼神，就像嫁给他这些年，他总舍不得我皱眉，永远耐心的哄着我。这样的人，我又哪里舍得让他忧心呢？我不生气啊，你叫什么都可以，不管你叫什么，反正都是我的男人。吾儿莫要伤心，为娘给你找了一些相当不错的男人，比你那死去的夫君不差几分。吾儿莫要伤心，女婿，你不是上午刚埋下去吗？岳母大人，我回来了，就不劳您给龙儿找新的男人了。不要就算了。哎，这位美女看着有点眼熟啊。小女元姬，拜见真龙大人。你是玉流山的明月使吧？我曾经在饕餮盛宴上见过你。回真龙大人，正是在下。那么好的宴会，800年才办一次，真是令人不爽。既是真龙大人提点，在下这就传令，这一次的饕餮盛宴应尽快办理，绝不让有的。想起你了，小元姬，这些年在天上混得不错嘛。皇口，一切皆仰仗真龙大人庇佑。好说好说，小的们跟老娘走。娘，顾子辰就是帝君，你没认错。知道了。流转鹿茸、线枯鲛人类、七色鸾鸟羽，全都齐了。他居然还要3届最甜的蟠桃，可王母娘娘的蟠桃园今年减产啊！我偷偷跟王母借了3个，说是给帝君做寿用的。王母答应是答应了，但那眼神像要把我活吞了。你们俩呀，就是太实诚。我娘就爱虚张声势，你们哭诉几句难处，她准心软。吾儿，听说蟠桃搞到了，今晚就先给我2个尝尝鲜。岳母今日把新月和元姬折腾得不轻，连南海的鲛人都被他逼哭了3回。你知道吗？他以前连奶都不会喂，现在却能为了一桌宴席把3届神仙使唤得团团转。他是在用他的方式为我撑场面呢。说实话，我娘确实不靠谱，但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她可爱极了。无论她多不靠谱多闹腾，她永远都是那个会为了我跟3届所有神仙叫板的娘。以后咱们一起看着他。好。西楼林